你知道总统们在最尴尬的时刻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吗？即便是全世界最具权势的总统，也难免会陷入尴尬或令人尴尬的处境。无论是口误、尴尬相遇、公开失误，还是危险事件，这些时刻使身居高位的人也变得更加人性化。今天，我们将探索全世界最尴尬的总统10个瞬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这个频道将介绍各种令人兴奋的主题。无需再多言，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10个最尴尬的总统。第10名，总统坐车被卡住。总统坐车是总统在陆路移动时所使用的豪华轿车。由于载送的是一位极为重要且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的人物，这辆车上装备了许多你在其他车辆上看不到的升级装置，包括全车的铝、陶瓷和钢制装甲，多层次的密封窗户以防化学袭击，甚至还有备用的血液供应，以防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由于车门的重量相当于一架巨型喷气机，这些改装当然让凯迪拉克变得比普通轿车更加沉重，有些估算甚至认为它的重量可能超过2万磅。这些改装当然让总统坐车在美国的宽阔道路上毫无问题，而且特务队有足够的时间来勘察路线。然而，在2012年的一段影片中，我们看到这辆坐车在其他国家狭窄的街道上遇到了困难。当时，奥巴马正在爱尔兰参访，大批人群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外等待一睹总统风采。当坐车准备通过大门离开时，不幸的是，龙门桥的坡度并不适合这辆又长又重的坐车，结果车子卡住了，不得不派出拖车来将它拖出来。事后，特务队声称，当时总统并不在车上，而是使用了不同的出口离开。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件，显示了尽管总统的坐车拥有多么先进和强大的装备，一个简单的路障也能让所有努力化为乌有。第9名，宣誓4次。担任美国总统是一项极具责任的工作，不仅需要成为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还需负责做出将影响每个市民日常生活的决策。同时，总统还要负责捍卫宪法价值观，并以一种光荣的方式履行总统职责。经过一场尤为激烈的选举过程，当新当选的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就职宣誓时，这意味着国家应该重新凝聚在一起。然而，宣誓并非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一项重要的宪法程序。由于这个原因，宣誓的措辞必须准确，如果有错误，就需要重新进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历经2个任期的最大限制，奥巴马实际上不得不总共宣誓4次。尽管这似乎有些尴尬，但这些问题都不是他的错。在2009年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上，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犯了一个错误，宣誓词的措辞出现问题，因此在随后的一天，即21日，他们不得不再次举行宣誓仪式。而在第2个任期内，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错误，首席大法官提前向奥巴马发送了一张带有确切措辞的卡片。然而，第2次宣誓的原因却是完全不同的。传统上，宣誓仪式于1月20日举行，但在2013年，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因此公共活动被安排在星期一举行。因此，在20日，总统和首席大法官私下会面，进行了宣誓仪式，以确保在正确的日期进行，并在隔天的公共活动上再次进行宣誓。除了宣誓的小插曲外，奥巴马的总统生涯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点滴。例如，他是第1位拥有肯尼亚血统的美国总统，这让他在历史上独树一格。他的风格和幽默感也赢得了不少支持者，成为总统史上的一个独特风格代表。第8名，总统的发光宝珠。就像所有处于公众视野中的人一样，总统们经常需要让记者拍照，以记录重要的演讲和会议。然而，在2017年5月，特朗普发现自己参与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奇怪且尴尬的总统合影。他正在进行国际访问的第1站，访问沙特阿拉伯，主要目的是加强与该国的关系，特别是在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方面。而全球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正是最佳的场所。当时，他与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萨尔曼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一起发表了一个将被记为尴尬的伊斯兰教演讲，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并未被视为太具争议性的演讲。在该国度过的几天中，发生了一些其他奇怪的时刻，包括参加传统的剑舞、乘坐高尔夫球车与沙特国王一起前往托比祭司演唱会。然而，在打击恐怖主义中心开幕时，3位领袖采取的姿势将被记为最奇怪的时刻。出其不意的是，房间中央有一个发光的地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宝珠。3位领袖将手放在上面，
当这一画面在世界各地传播时，人们很快指出他看起来像是一对在他们的巢穴中密谋的反派角色，而不是3位强大的领袖在世界舞台上割下分歧的画面。这一刻很快成为网上嘲笑的来源，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持续备受关注。第7名，楼梯上跌倒。全球都知道空军1号是一架最先进的飞机，每次起飞都是美国总统的象征。然而，尽管这架特制的波音747充满了先进技术，但对总统如何登基并未付诸多少考虑，而爬楼梯时的困难绝不仅仅是最近的总统所遇到的。在1975年6月1日，空军1号降落在奥地利萨尔兹堡的飞机场，为的是让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会见当地领导人。当天是一个典型的多风多雨的日子，总统和第一夫人走出飞机，总统提着一把伞为他的夫人挡雨。不幸的是，他可能过于专注于这件事，当他走到楼梯底部时，他滑倒并跌到地上，手撑地面。如果旁边的人没有抓住他，他可能会完全摔倒在地。尽管这是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但不幸的是，当时有这么多摄像机对准他，这成为历史回顾的一个小时刻，影响了他的总统任期。这种飞机事故或滑倒似乎是在公众场合中经常发生，有时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亲和力和幽默感的表现。尽管在总统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评论。第6名，不惜的颈部按摩。尽管领袖们似乎过着奢华的生活，在世界上一些最独特的地方享受美食，参加盛大的庆典宴会，并花大量时间与其他领袖共商协议，有时他们可能会变得过于友好。谁知道在关闭的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有些行为在公众场合绝对不适合。2006年，布希就是这样吃了一个苦头。当年他参加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峰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有机会协调他们的国际政策，特别是在持续的反恐战争方面。当各国领袖在记者面前进行合影时，布希总统站在当时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背后，似乎开始给他按摩颈部。默克尔意识到自己被摄影，他举起手臂表示厌恶，显然对整件事感到不自在，而布希则漠不关心地继续走开。这一瞬间之后，德国和美国的评论家们争论不休，试图弄清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这是2个建立了密切联系的人之间的柔情时刻，他在为摄影机表演，还是其中有更阴险的事情？有人提出这是布希有意为之，试图削弱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但在美国，人们质疑这是否算是骚扰。更糟糕的是，后来发现在联合国的指导方针中，颈部按摩被明确指出是一种不当的举动。不过回过头来看，他似乎并不是这种行为中最糟糕的总统，近年来还有其他总统也有类似的行为。第5名，总统们的高尔夫比赛。美国总统似乎对打高尔夫有种奇怪的亲和力，主要是因为这是一种令人放松的户外活动，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有充分的机会与人交谈。但并非每场高尔夫比赛都能按计划进行。事实上，基于1995年的一次事件，你可能最好远离即将开球的总统所在的任何高尔夫球场。每年举行的鲍勃·霍普克莱斯勒经典高尔夫比赛，其中还包括一轮职业业余混合赛，邀请了一些著名的嘉宾参与。当时，克林顿、布希和福特都参加了比赛，标志着现任总统首次参加 PGA 巡回赛事，可能也是3位前总统首次一同参加高尔夫比赛。历史总是把它当作这样的一场比赛，但事实上情况并不完全按计划进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高尔夫比赛之一。第一次事故发生在前总统布希击打一球撞到一棵树，然后击中一名女性观众的前额，使她的眼镜摔到地上，并导致受伤并出血。之后，布希的另一击球击中另一名观众的臀部，而福特的一击击中一人的肩膀，另一击还划伤了一人的手指。克林顿也击中观众席，但幸运的是，身为现任总统，他的球击中的人并未受伤。当时的观众觉得这更有趣而不是可怕，受伤的人事后还有机会见到总统们。或许正因如此，他们隔年并未被再次受邀参加比赛。这起事件成为历史上一个轻松而诙谐的插曲，证明即便是高尔夫这种平静的运动，一旦与总统们结合，也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第4名，咖啡之谜。不论你对政治信仰或行为有何看法，无可否认，特朗普成为第一位展示社交媒体力量的总统。透过他的 Twitter 使用，他成功地绕过了白宫通常与公众分享信息的途径，至少给人一种他正在直接与公众和支持者交流的印象。
其他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都会让身边的团队测试每一个句子，以确保他传达正确的信息，并且不会被误解。但特朗普以深夜发文和未经编辑的思想而闻名，这使他与一些人更亲近，与其他人疏远。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发布的所有推文中，有一条最令人困惑和尴尬，于2017年5月31日午夜时发布给全世界。他简单的说 ：“Despite the constant negative covfefe。”推文末尾的混乱单词使他迅速走红，成为前所未有的热门话题，甚至被转发了10万多次。而这个标签在推文后1天内被使用了超过1.4万次。推文引起了记者和选民的疯狂，试图解读它是否是拼错的单词，或者还有其他事情发生。当时的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的回应并没有帮助，因为他曾经表示：“我认为总统和一小群人确切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来又说这是故意的，不是打字错误。这条推文的热度甚至超过了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所引起的热议，而至今仍然是他在 Twitter 上最受欢迎、最被观看的推文之一。而特朗普自己从未公开解释过这条推文。第3名，奥巴马握手。接下来，让我们聊聊历史上一场尴尬的握手。相信各位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一个你不特别喜欢的人向你伸出握手或拥抱时，你面临着是一个困难的选择，是接受他以避免任何尴尬，还是想尽办法设法摆脱他。如果你是美国总统时，这样的日常社交互动变得更加棘手，因为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并寻找其中的含义。对于总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不表现友好，或对所谓的盟友不要表现出不理不睬。当奥巴马访问古巴时，踏上古巴土地是一个积极的一步，原因是美国与古巴在1961年断交，历经冷战时期的紧张关系，双方交恶超过半世纪，近年逐渐恢复往来。这时，双方宣布外交关系解冻，但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谈判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然而，在古巴的最后一天，两位领袖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讨论了人权和民主的话题，两人仍存在意见上的分歧。奥巴马在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试图与他握手时，事情变得尴尬。直到今天，没有人完全确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握手。但当卡斯特罗试图握奥巴马的手并将其举到空中时，总统的手臂变得无力。他竭尽所能避免这种情况。后来，白宫的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表示，很明显，卡斯特罗正在寻找一个标志性的照片画面，但总统并不想暗示比实际情况更多的协议，但他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反应。最终，奥巴马的反应被证明是完美的，尽管这确实创造了一些尴尬和奇怪的视频和图像。第2名，川普推挤总理。毫无疑问，美国总统是全球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无论他们走到哪里，焦点总是在他们身上，无论他们身处哪个房间。但当他们在国外时，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微妙。外国领袖并不害怕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且当他们与总统交谈时，无论对错，都希望每个人都能平等对待。然而，特朗普总统显然在任何机会都强调了他本人和总统职位的重要性，这在2017年5月的一次尴尬外交时刻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正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事前他对这个组织，特别是其资金方式，发表了批评。据所有报告，领袖们在闭门讨论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通常当这样的峰会接近尾声时，所有与会者都应该在镜头前走出来合影留念。当特朗普走出来时，他似乎发现自己被塞尔维亚和蒙特内哥的总理杜什科·马尔科维奇挡住了，正确的位置应该是总统站在最前面。然而，特朗普却显得恼怒，拉了马尔科维奇的肩膀，然后在他身旁推过去，仿佛他期望每个人都随时知道他的位置一样。这一幕成为了当时的焦点，被视为一个尴尬的外交时刻。这种风格让人不禁想笑，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批评。毕竟，在外交场合上，彬彬有礼和尊重是至关重要的。第1名，布希和日本首相。在所有尴尬的总统时刻中，无疑这个不幸的荣誉归属于布希，发生在1992年1月8日。当时他正在日本进行为期数周的亚太地区贸易之旅，特别强调在冷战结束后定义美国在该地区的角色。这是他在日本的最后一站。当天上午，布希在美国大使的陪同下，与天皇明仁和他的儿子一起打了一场网球，这意味着两国关系处于良好状态。然而，事情稍后却出现了意外转折。当布希前往日本首相的官邸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时，135名外交官也在场。这是双方人员之间互相交换意见，
建立关系并达成一些协议的绝佳机会，也是美国代表团在返回美国之前享受日本之行的最后时刻，因为当时即将开始的总统初选。然而，在晚宴进行到第2和第3道菜之间的时候，布希突然在椅子上晕倒，同时俯身呕吐在日本首相的膝盖上。在惊慌之际，第一夫人赶紧用餐巾纸掩住他的嘴，尽管首相的膝盖上已经沾满了呕吐物。布希被放在地板上，以便医生检查。据说他还开玩笑地要求医生把他滚到桌子下，等到宴会结束再让他起来。在接下来的晚上，他的妻子代替他发表演讲。后来有报道称，他当时患有肠胃流感。当他回国后，他当然因为发生的事情而受到嘲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种观点，认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担任总统。当然，最终克林顿在1992年的选举中胜出了，因此这一事件成为他最后的一个国际事件，多年后仍然是他经常被提及的尴尬时刻。感谢各位一同探索全世界最尴尬的总统时刻。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按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有趣又惊奇的故事。有没有你期待的尴尬时刻呢？快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